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，记得一定要全部都截图下来，还有保留所有的通话录音，然后到互联网金融协会去投诉。记住啊，每天一定要多投诉几次，因为投诉的人数众多，您不多投诉几次的话，很可能会被盖过去的。我们这说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干什么，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他们是一个团伙。坏人之所以嚣张，那是因为好人沉默。坏人都合起伙来组团干坏事了，那我们做好人的也不能单干。既然他们是团伙，那我们就是团队，他们是团伙啊，他们这叫勾结，我们是团队，我们这是团结。您好，我们这里是合法宣传的电视教育证券场所。我跟您说一下，如果行，谢谢。如果说因为来，拍了啊！好，来看我这儿，1、2、3。他们就堵着门不让我出去，也不让别人进来。我报警，你们只要警车一到，他们就撤了。我们这儿有录像，都给录下来了，能不能看一眼？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人员辩护，这是合法的。但是利用我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为犯罪团伙出谋划策、钻法律空子、坑害无辜的法盲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在反套路贷的斗争中发现了一个问题：套路贷不仅有很严密的组织，而且雇佣到了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，这对于法律来说是非常大的讽刺。是默然忍受命运暴怒的您稍等一下啊无间，还是挺身反抗这人世间无涯的苦难？这两种行为，哪一种更高贵？我们作为法律人，选择了这个职业，那么就要挺身反抗这命运的毒箭，给普通人以公平正义，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。现在可以了，您说吧，怎么了？我呢有点不舒服，他们把我送到医院里来了。大夫说得做个检查，啊，得有人签字呀。菲菲呀，今天太忙，我不方便打扰她。下面有请麦飞律师上场。同学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继续努力。好，有请麦飞发表获奖感言，有请。您告诉我您在什么医院吧，我现在马上过来一趟，好吗？在我实习的时候，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，律师要服务一切人，但绝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；律师要服务一切机构，但绝非资本的附庸以及权力的打手。律师要勇敢，要淡定，要有信念，否则将会堕落成为别人的马仔与掮客。我的这位老师今天他并不在场，但是我今天所获得的荣耀应该属于他。在这里，我想感谢罗宾律师，感谢您曾经对我的帮助，谢谢。你跟刘景明怎么说？你们还在吃饭吗？你们吃完饭咱们联系一下，我等你电话。毕竟刘英美已经过世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我真的觉得刘英美挺可怜的，何必要是来问我，我就说我都跟你说了，让她还是去问你。我是什么都不会跟她说的，但是我觉得你最好也别把我跟你说的这些告诉何必，她会受不了的。
老吕。什么都别问。是午饭吃的不愉快，还是和你共进午餐的人点了你讨厌的菜？这个讨厌的菜叫真相。你不知道该怎么把这盘菜端给何必。如果真相太伤人的话，就可以考虑给真相套上一个漂亮的刀鞘。这是我说的。对，你还说过，真与善之间，善比真更重要。谢谢。我不是袒护罗宾，我是了解罗宾。罗宾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嘿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诬陷他了？诬陷是罪名，说诬陷太严重了，顶多就是误解，误解。那你说说看，莎莎怎么就会找到范小天？你看啊，这何塞原先是任小年的法律顾问，这莎莎呢原先是任小年的秘书，这范小天呢原先是何塞的助理，所以范小天原先认识莎莎，莎莎也就认识范小天，这可以说得通吧？如果我没有100%的证据，我是不会来找你的。你可以把证据交给我，由我来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。顾杰告诉我的，范小天是顾杰的手下，范小天要签任何的客户，顾杰都要过问。顾杰问了他，是范小天说罗宾给他指派的，罗宾的助理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会是罗宾吧？罗宾根本不会做这种事啊！明明知道这任小年是你的客户，还让莎莎去给他找麻烦，这不可能的事儿。这样吧，我调查一下，如果是罗宾干，或者是罗宾指使他助手干，我把他除名。好，你现在当着我的面把罗宾叫来，问他对峙，用得着吗？用得着。罗宾这个时间可能不在办公室。喂，罗宾。廖主任。你在办公室吗？我在呢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走吧，你的爱将在办公室呢。你说罗宾在？在。什么事儿？咱们老大和廖老大正在向你报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他们正在冲我健步走来。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？他们俩要一起来找你。我跟你讲个笑话啊。邻居家的阿姨来找小明的爸爸告状，小明的妈妈问小明：“你犯了什么错？”小明说：“也许是爸爸犯了什么错。”来了。佳敏姐，稀客，主任。坐。什么事儿，这么严肃啊？廖主任他说你对他的客户发起诉讼，不可能，没有。你看，我说什么？没有吧？莎莎有没有来找过你们？你们有没有给他出过主意，让他告任小年？鉴于任小年是你们的前客户，你们为了规避利益冲突审查制度，你们有没有给他介绍过和你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其他律所律师啊？
人民群众遇到困难向我们求助，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律师，这没什么错吧？啊，你的高总已经承认了。不是你介绍的吧？是你的助理背着你干的。这事儿我知道，确实知道，所以不能算背着。建明姐，其实我觉得您应该向任小年说实话，你跟他讲不要跟莎莎打官司，这对他得不偿失。然后他勃然大怒，把我们大骂一通，你就达到了你的目的了。那你也拍着桌子把他臭骂一顿。我相信在骂人这件事情上，没有人是您的对手。那这样做，我们就是丢掉了任小年。对啊，就像丢垃圾一样，丢掉一个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客户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做，你是为了报复。我有什么可报复的？一箭双雕，既报复了我当初抢走了任小年，又报复了任小年当初炒了你。您终于承认抢了我们的客户。罗宾，你亲口承诺，只要罗宾承认，你就让他走人。你可以写你的辞职报告了，啊！你不会真的要辞职吧？不要告诉黛西，你真的要辞职啊？我可以先休个假。用不用我在猎聘上给你找一咖啡师的工作？休完假你直接上岗？可以考虑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我可以成熟2点。好，你说。廖佳敏之所以选择今天来找冯主任，他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是说他出门先看了黄历吗？我是说他知道我们所今天大部分律师都去参加表彰大会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这是给你留有余地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给老大留余地。好，我去找他。祝贺啊！也祝贺您。你刚才在台上，你感谢了罗宾律师啊？难道你在我们律所当助理的时候，我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吗？当然有了，那主要不是罗里把奖项让给咱俩了吗？不，您看啊，是这样，您呢是实至名归，凭实力拿奖。那我呢，我是罗律让贤，那所以我得感谢他呀，要不然我也没机会站在台上和您一起拿奖，对吧？这是我的荣幸。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哎，那个黛西刚才给我发微信说你爷爷在医院。我爷爷在医院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刚才黛西刚给我发了微信。对，在嘉禾医院呢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啊，慢点啊。对不起，我得去趟医院。上车。廖主任真的是误会了。莎莎说任小年提出分手，他来找我们，让我们给他出主意。那你也不能管。好，以后不管了。去，给廖佳敏道个歉。好，道歉。我顺便再给他写个检查，书面的。我没在给你开玩笑。他是小题大做，好不好？就当他是小题大做。好，总之您别生气，我去找他就是了。他可能带着你啊，去找任小年解释，你再给任小年道个歉，说我们考虑不周到。那不行，必须行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最了解任小年的脾气，他的脾气就是你们给惯的，你的脾气也是让我们给惯的。
哎，那个你好，麻烦问您一下，在哪儿做 CT 啊？往这边走走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这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 CT 室怎么走啊？哟，估计今天排满了吧？排满了。这儿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样啊？都已经查过了，放心吧，没什么问题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医生说建议住2天院，走，我们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。走。哎，不等，没什么大事，住什么院啊？就是因为没查出什么大事儿，所以才要住院好好查一下。非得查出这么点事儿来才让走是吧？是你爷爷，你爷爷这样折腾人家好几回了，只要一回养老院就说这不行那不行，连气都喘不上来，所以人家就只好送医院来。医生就建议说，要不就住个2天，把能查的都查一遍。我估计是他不想进养老院。哎，不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给你打电话的？对呀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你说你爷爷为什么不找你找我？哦，我跟他说今天我领奖，我前2天跟他说的。那我知道了，他是故意找的这天。啊什么你？哦，对了，我跟爷爷说了啊，你一会儿会过来。他是不是说不让我来啊？哎，他还真是这么说的。他就不想麻烦我。他是不想住养老院。我的养老院挺好的呀，给他找的一高档养老院，我还托人给他办进去呢。但是他觉得很孤独。那在家他一个人不也孤独吗？那当然不一样了。在家的话有保姆、有邻居，还有你。每天你不管回来多晚，他最起码都可以见你一面。但是住养老院呢，一个熟人都没有。我接电话。麻烦你了啊。哎，喂。我停好车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帮我爷爷去办个入住。我看到你了。啊？又骗我，在哪儿给你爷爷办住院手续？在那，哎嗨，办好了哈。哦，办好了。怎么样，我爷爷？爷爷已经住进去了，这是所有的单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啊。黛西吧，你好，齐然。你好，你好。黛西，齐然。我是麦飞的新女友。啊，我认识麦飞的时候，你还是他的女朋友呢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绝对是在你们分手之后，我才追的麦飞。不误会。我这些都已经办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我们加个微信吧。可以啊，麦飞你推给他啊，我们拉个群也行。干嘛？我们又不是70后的叔叔阿姨们，我也有前男友啊！他最近好像分手了，要不我介绍给你吧，他条件还不错的。我把他微信我到时候推荐给你，好吧？我律所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行，我不送你了。拜拜。拜拜，慢点，谢谢啊。好。